Hello，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今天要做的这个项目是用亚克力的颜料来绘制所谓的木甲板。那我已经把大和号的甲板用油性的硝基，它的颜料已经先喷成了白色的底漆，因为白色的底漆才不会去影响我们调色时候所产生的色差的问题，就是它底色如果太暗的话，那我们的颜料可能就要覆盖的非常的厚。那亚克力颜料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会准备的就是笔，然后湿式调色盘。湿式调色盘就是里面是带有水分的，然后这个产品它是 Despy 的。先抽一张吸水纸上来 ，OK。然后再一张防水纸，这个就是它的防水纸啊。OK， 旁边会有一个一小块的空间，这个是放水可以洗笔用的。主要会涂到的颜料，就大概是我会使用的是这几个颜色。其实说实在的，调色这个东西我并不是很在行，所以可能对有学过美术的来说，我的调色的方式可能就是乱调一通。对，我只是希望，我调出来有接近我想要的目标色，这样子就可以了。还有个白色。主要的话，因为我这个颜料它的棕色是比较淡一点点的，所以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把它加了一些黑色，把它的颜色给压下来。那沾一些黄色，用更多的白色。这情况可能就是黑色已经加了太多。然后在甲板，我已经
感觉它是油性的硝基的颜料已经干透了。虽然我喷起来到现在放大概1个小时左右而已，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去涂它，然后这个颜色上去就感觉不太对劲。嗯嗯，一般来说要调的像是那种沙拉酱那个颜色会比较刚好一点。不行，随便用一个布把它擦干净就好。嗯，OK，比较像沙拉酱一样，我觉得这个颜色会比较可以接受。嗯，所以就是从这边开始，慢慢的去上色。哇，上面有一点棉絮，那重来一次。
好，我就先把前面这个区块先上完，然后得给各位看一下它到底是长怎样啊。OK，刚刚已经全部都刷过一次我调出来的颜色，这个颜色比较接近，应该是白一点的皮肤的颜色，就这个颜色。因为我灯光的关系，可能会造成有点不太一样。那你可以看到，跟我们目标的颜色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会等到第一层的颜料，亚克力的颜料已经干了以后，我再开始用同样的颜色再刷第二层，那它的颜色自然就会比较饱满一点，那会比较看得出类似木甲板的效果。所以，前甲板这个部分已经比较干燥，所以我就从前甲板这个地方继续再上色一次。OK，我大部分都是顺着木甲板的缝的走向，在上色。好，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再叠一层颜色上去，然后直到整面甲板全部都叠完这个颜色。好，我们叠第二层，叠完之后再给各位看一下效果。这个是已经刷了第二次，叠了相同的颜色上去，一样这个颜色，叠了第二次上去以后，来我们看跟它的原厂差距大概多大。所以目前看起来差距比较大的就是直的这些纹路，有的地方我可能还要需要再补一下。再来就是这些横切的这些点啊，横切的这些点其实它原本的甲板上面是有这个东西的，那可能就要靠入墨线渗线进去才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给体现出来。那我是觉得目标色几乎快接近，以这个区块来讲，目标色是已经还蛮接近的东西啊，所以可能再加一次相同的颜色上去，就可以达到目标色。然后再来就是换成油画颜料来上去来入墨来自洗，然后我们再看看效果怎么样。OK， 所以我们就因为我才刚涂完而已啊，我们就等第二层已经完全干透了以后，我们再来上第三层。第三层上完之后，开始使用油画颜料。好。
好了，经过最后一层的油画颜料的自洗之后，我已经完成了我木甲板的涂装。好，那成品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它会比较贴近木头的原色，跟木甲板贴皮会有一定的差距。然后我再重复的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刚刚的涂装的过程。首先呢，我是把塑胶甲板做了一个清洁，就把它擦干净啊。如果各位觉得怕会有所谓的脱模剂或者是离模剂在上面的话，那你可以用一些清洁剂中性的那种洗碗精去把它洗一下，这也可以。洗干净了以后呢，我就喷上一层白色的硝基的底漆涂料。我把它喷成白色的底漆，是因为我在上色的时候，我会用很淡很淡的颜色去上，所以我会叠2-3层的颜色上去，白底漆它有助于让我们表现出它的颜色出来。如果你是比较深色的底漆的话，那你可能要盖得非常的厚实，才有可能做到那个效果。所以我尽可能的会使用白底漆。白底漆完之后呢，就使用亚克力颜料。亚克力颜料你调出比较适合的颜色尽可能就是这种比较淡的这种木纹色然后渐渐的就在上面涂个2-3次让它接近中间这一种木纹，中间这个颜色，这一段的颜色。好，接近这个目标色以后，我们再使用油性的，我会使用硝基系的油性的保护漆整面喷过去。整面喷过去以后，干燥了以后，保护漆就会在亚克力的表面形成了一层的保护。所以后来我使用的这种打火机的这种燃料再加上油画颜料，就比较不会去伤害到下面的亚克力颜料那甚至说我如果觉得我的字洗是不漂亮的，我只要使用这个打火机的燃料，我就可以把整个油画颜料全部洗掉。那我再重新自洗一次，这样子也是可以的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方式来涂装这个甲板？这甲板就是因为台湾长时间是处于潮湿闷热的这个状况，然后这个是一个客户他请我帮他制作的一个作品。对，那我有跟他说，如果你使用的是木甲板的话，很难去确保说边边角角的这个地方会不会翘起来如果翘起来的话，那我势必我也要再跑一趟去帮他维修。我帮他维修的时候还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就是船身的周遭它是会有一圈蚀刻片的栏杆阻挡在那边，所以我上胶的时候，我有可能也要移除掉栏杆，然后粘好甲板之后，我要再重新把栏杆上一次色，然后再粘上去。如果经过这种反复的拆装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东西会越做越难看，或者是整修的范围会越来越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干脆就是手绘木甲板，把甲板的颜色直接涂在塑胶件上，永远不要发生会翘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的客户他也可以接受。好，那我们就用甲板的涂装方式去完成这个东西。OK，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是跟大家介绍说，我的甲板的涂装的过程。那如果喜欢我的制作方式的话，我也希望各位可以帮我去分享我的影片以及订阅我的频道。那再感谢各位今天的观看。如果对任何这种涂装的方式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的留言区来一些批评指教。好，谢谢各位的观看，谢谢。